天咱們講一個鬼月禁忌，非禮勿聽。晚上在外面走，聽到奇怪的声音，噴水声、滴水声，或者有人叫你的名字，这個禁忌說的不是禮貌問題，是保命問題。清代山東南陽宋家宅院，就有人因為聽到奇怪的聲音，回頭看了一眼，後果嗎？7天之後他回了家。這個故事檔案裡記了3個人的名字，一個老僕，一個長工，一個女眷。同樣的7天，同樣的結局，但過程一個比一個折磨。第1天晚上，老僕照例起來上廁所，這條路他走了20年，閉着眼睛都能走。然後他聽到了噗噗，像是什麼東西在吐水。正常人都会好奇嘛，但是档案裡說那個聲音是在等人聽見。他看到了一個3尺高的老太太，秃頂，穿着濕透的衣服，對着老槐樹吐水。他轉過頭來了，他那個轉法不是人的轉法。然後噗，那個東西直接噴到了他臉上，不是水。第2天早上，老僕死了，7竅都在往外滲東西。大夫看不出來是什麼，他沒見過。宋家有個長工叫趙大，人高馬大，從來不信這些東西。他說老頭是自己嚇死的，笑話了幾句，他以為這事就這麼過了。當天晚上，他決定去守夜，拿着鋤頭說要看看是什麼東西在裝神弄鬼。第4天晚上，趙大真的去了，拎着鋤頭站在那棵槐樹底下叫囂，他以為他能跟鬼打一架。出來！出來！他一鋤頭揮過去，沒打着，鋤頭從他身上直接穿過去了。他不是屍體。然後噴了，噴在他的右胳膊上，那不是水，是腐蚀液。趙大撐了3天，右半邊身子爛了，他還在廚房裡想用水沖，但他不知道他流出來的東西比水還毒。同一天傍晚，宋家女眷柳氏去井邊打水，她從水面上看見了那個老太太。柳氏當晚開始聽見滴水聲，只有她能聽見的聲音。她擦鏡子，水珠從鏡子裡面滲出來。第6天夜裡，柳氏在睡夢中開始學那個聲音，噗噗，像吐水一樣，她自己不知道。趙大沒能撐到第7天，他死在了廚房裡。他說過不過是死老頭子自己嚇自己，最後他的嘴裡也在往外流那個東西。槐樹底下的土全黑了，像是一個人躺過的印子。那個老太太，她不是從別處來的，她
他一直在這棵樹下。第7天早上，柳氏坐在床邊，耳朵裡面開始往外流了。他已經不再害怕了，他已經不再像人了。當天下午，柳氏也走了，七竅腎液通通流了出来。你們記得嗎？第7天了，他回家了。那個老僕頭7回魂，他回来帶走了一個。宋宅那口井後來被填了，老槐樹被砍了，所以鬼月晚上在外面听到什麼奇怪的聲音，克制一下好奇心，不要去找，不要去看。我是林老先生，我們下期見。